晚上好，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或许窝在沙发里，又或许刚刚关掉最后一盏灯，让夜色把自己轻轻包裹。不管你在哪里，我都想先和你说一句话：谢谢你，愿意把今晚这一段安静的时间留给自己，也留给我。今晚我想陪你一起读一本书，书的名字叫《秘密》，作者是朗达·拜恩。也许你早就听说过这本书，也许你对它一无所知，也许你甚至还对它有几分怀疑，这都没关系。今晚我们不急着相信什么，也不急着学会什么，我们只是像两个老朋友一样，在一个安静的深夜里慢慢的翻开它，慢慢的聊一聊关于人生，关于幸福，关于那些我们每个人都藏在自己心里的小小的渴望。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想先和你聊聊一个很常见的时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已经躺下了，明明身体已经累到不行了，可脑子就是不肯停下来。它像一个24小时运转的机器，嗡嗡嗡的响个不停，一会儿回放白天领导看你的那一眼，一会儿琢磨同事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会儿又在想明天要交的报告还有哪里没改好，再一会儿又开始焦虑下个月的房租，或者担心自己是不是又虚度了一整天。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很少活在真正当下的这一刻？身体明明躺在床上，可思绪早就飘到了过去，或者飞到了未来。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失控的投影仪，把过去的遗憾和未来的恐惧统统投射到眼前这块看不见的幕布上，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觉得疲惫，觉得焦虑，觉得生活怎么这么难，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亲爱的，我想告诉你，你没有问题，你只是太习惯让大脑替你活着了，你只是太久没有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了。所以今晚我想借这本书，借朗达·拜恩写下的这些文字，和你一起做一次深呼吸，一起把那些绷紧的神经松一松，一起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感受一下生命里那些温柔的、轻盈的、充满可能性的事情。在深入这本书之前，我想先带你认识一下它的作者，朗达·拜恩。你可能会以为，能写出这样一本影响了全世界千万人的书的人，一定一直是一个积极乐观、生活美满的人吧？可事实恰恰相反，朗达·拜恩的人生曾走到过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角落。那时候，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他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他的工作一塌糊涂，他就像一个被生活重重击垮的孩子，每天活在巨大的悲伤和绝望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也不知道明天还有什么意义。你有没有发现，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是听不进去任何道理的。什么要积极，什么要乐观，什么要往前看，这些话在深夜里就像一阵风，吹过就散，留不下一点点痕迹。朗达·拜恩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他疲惫、悲伤、无助，他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经碎了，再也拼不回来了。可就在他生命最低谷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契机发生了。他的女儿送给了他一本几百年前的古书，那本书里写了一段关于吸引力法则的话。那段话说：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你的思想、你的感受、你的信念，就像一块磁铁，把你现在经历的一切，一件一件地吸引到你的生命里。这段话在他心里点起了一团小小的火，他开始疯狂地寻找关于这个法则的一切资料。他翻阅了几百本书，访问了无数在各自领域卓有成就的人，科学家、哲学家、医生、作家、心理学家。然后在那个探索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让他震撼不已的秘密。
原来那些真正活得幸福、活得成功的人，几乎都在无意识地使用着同一种法则。那个法则就是你的思想会变成现实，你的感觉会塑造你的人生。朗达·拜恩把这套发现整理成了《秘密》这本书，而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当然，亲爱的朋友，我今晚和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把这本书当成什么神秘的圣典，也不是想让你觉得读完它，人生就能立刻翻盘。我想说的是，这本书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神奇，而在于它用最朴素的方式提醒了我们一件我们早已忘记的事情，那就是你内在的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你心里想什么，你感觉什么，你相信什么，都会一点一点地，像水滴一样渗透到你生活里的方方面面。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悬，但请你先不要着急否定它。今晚我们不需要急着下结论，我们只需要带着一点点好奇心，像认识一个新的朋友那样去认识这个说法。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总觉得当下不够好，总觉得真正的幸福在别处，总觉得等我把手头这件事做完了，等我换了那份工作，等我遇见了那个对的人，等我赚够了钱，等我买了房，等我，我就可以真正开心了。我们好像永远都在赶路，永远都在往前方眺望，总觉得幸福是一棵长在远方的树，而要走到那棵树底下，我们还得走过好长好长的路。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当下不够好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一边期盼着未来，一边抱怨着？现在呢，真相可能有点让人意外，让当下的生活显得不够好的，往往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大脑太擅长给现实制造各种解释了。同事没有回我消息，他一定是对我有意见。领导今天没看我一眼，我这次肯定做错了什么。我今天什么正事都没干，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别人都过得那么好，为什么只有我这么狼狈？亲爱的，你发现了吗？这些想法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熟悉？但它们就像一层灰色的滤镜，覆盖在你本来好好的生活之上，让你什么都看不见了，让你只看得到那些你不想要的，那些你担心的，那些你害怕的。所以，当你觉得生活糟透了的时候，也许真正糟透了的不是生活，而是你脑子里那些呼啸而过的声音。书里说了一句话，我很想和你一起慢慢读一读。那句话是：你的感觉是你思想的反应。因此，如果你想改变人生，你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感觉。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但你仔细体会一下，它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并非被动地接受生活的安排，我们内心里每一个细微的感受，都在无形中参与着对生活的塑造。打个比方，你心里想着一朵花，你的世界就开出一朵花；你心里想着乌云，你的天空就飘来一片乌云。当然，这不是在说，你只要幻想着中彩票就能一夜暴富。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说这句话，我想表达的其实是你的内在状态，决定了你会如何去面对生活里的每一件事。如果你心里充满了恐惧，那么看什么都是险境；如果你心里存着一些温柔，那么普普通通的一天也能被你过出暖暖的滋味来。我想邀请你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好不好？就今晚，就现在，闭上眼睛，或者只是让你的视线变得模糊一点，然后想一想，今天这一天里有没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其实也还不错？也许是清晨醒来时窗外透进来的那道光，也许是中午那碗热汤面的香气，也许是傍晚回家路上看到的一只很可爱的小狗。
也许是刚才你在刷牙的时候，发现镜子里的自己虽然有点累，但依然好好的站在那里。请你试着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瞬间上，放在那个让你心里觉得松了一松的片刻上，然后感受一下，你的嘴角是不是有一点点上扬，你的肩膀是不是有一点点放松。这种感觉就是书中说的吸引力法则的第一步。感恩。当你专注于美好的事物时，更多美好的事物就会循着你的目光，慢慢的来到你的生活里。这不是什么玄学，它更像是一种注意力方向的训练。你往哪儿看，你的生活就会往哪儿打开，你的目光就是你的光，你把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会被你点亮。当然，我知道你一定会有一些疑问，这些疑问非常正常，因为他们也曾经在我的心里盘旋过很久。你可能会想，如果只是想想好的事情就能改变生活，那世间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不幸的人呢？你可能会想，我明明已经积极思考了，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一团糟呢？你可能还会想，只看当下，只顾感受。那我是不是就不用为未来做规划了呢？是不是就不用努力了？亲爱的，请允许我在这里稍微停下来，和你认真聊聊这些疑问，因为我不想让这本书变成另一碗只给你打鸡血的鸡汤，然后让你在更深的自责和焦虑中继续打转。那不是我对一本书的期待，也不是我对你的期待。书中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让你无视现实的苦难，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不是的，恰恰相反，他想帮助你的，是你如何与现实的苦难共处。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一种让你逃避现实的魔法，它是一种帮助你调整内在状态的指南。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它不是让你假装挫折不存在，而是让你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段经历。不是说这件事毁了我的生活，而是试着想这段经历教会了我一些什么，它把我往什么方向推了一下。同样一件事，如果你带着怨气和恐惧去面对，你就会变得僵硬、紧张、脆弱。可如果你带着一点点好奇和接纳去面对，你就会发现自己内心慢慢长出了一种韧性和从容。这两种不同的状态，会导向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第一种人生里，你总觉得世界在针对你；第二种人生里，你会慢慢的感觉到，原来很多事都是为你而来的。至于关于未来的规划，这更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我想请你放心，活在当下，从来都不等于放弃规划未来。相反，一个真正懂得活在当下的人，反而能做出更清醒、更明智的规划。因为当你不再被焦虑和恐惧填满时，你的头脑是清晰的，你的判断是准确的，你更容易看见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也更容易找到通往那个方向的路径。规划未来和焦虑未来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规划是带着光的行动，焦虑是带着暗的消耗。你完全可以一边安静的、坚定的，一步一步的走向你的未来，一边温柔地、完整地、不留遗憾的待在当天的每一刻。你不需要在想着未来的时候错过现在，也不需要为了抓住现在而放弃对未来的眺望。这两者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它们就像呼吸一样，你吸进来是当下，你呼出去是未来，它们是一体的。在《秘密》这本书里，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概念，我很想在这个安静的夜里慢慢的讲给你听，那就是你生命中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你身边出现的人，你经历的事，你感受到的情绪，他们都在与你共振。你是不是经常发出这样的抱怨？为什么我又遇到了这样的人？为什么这种倒霉事总落在我头上？可是，亲爱的，如果你愿意把目光从外面收回来，看一看自己的内心，你会发现，
一个人如果心里充满了不安全感，他就特别容易遇见让他更加不安的事。一个人如果心里总是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他就特别容易遇见让他觉得自己不被尊重的场景。一个人如果内心里存着对世界的敌意，那么他走到哪儿都能找到敌意的证据。你的内心就像一个调频的电台，你把自己调在什么样的频率上，你就会收到什么样的节目。这并不是一种对受害者的指责，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将力量还给你的方式。它告诉你，你并非只能被动地承受生活给你的一切，你也可以通过调整内心的频率，一点一点地改变你与生活之间的互动方式。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需要练习，更需要你对自己的耐心。你可能会有反复，你可能坚持了几天，又回到了老路上。你可能某一晚觉得充满希望，又某一晚觉得自己再也改变不了了，这都非常正常。请你千万不要因为反复而责怪自己，因为任何转变都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条螺旋上升的小路。你有时候觉得明明在往前走，怎么又回到了原点？但其实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你只是还没有认出自己而已。接下来，我想在这个已经有点深的夜里，陪你一起做几个小小的练习，它们都非常简单，简单到你可能觉得，这也算练习吗？但我想说的是，亲爱的，真正能改变生活的，往往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道理，而是这些你几乎看不见的小小的改变。就像一滴水，它改变不了什么，可日复一日地滴，石头也会被穿透。第一个练习，我想叫你送走你的念头。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闭上眼睛，想象你的思绪像天空里飘过的云，一朵接着一朵，有的是大大的乌云，好像预示着暴风雨要来了。你心里就升起一阵紧张。有的是灰色的碎云，不大不小，却让你的心情也变得灰蒙蒙的。还有的云朵又白又软，飘过去的时候，你的心里也跟着轻轻地亮了一下。现在，我想邀请你变成一个躺在草地上看云的人。你看着这些云朵，一朵一朵地飘过来，又一朵一朵地飘走。你不追赶它们，你也不挽留它们，你甚至不需要去分析它们，你只是看着它们，然后允许它们路过。你就像它们从未出现过一样。你发现了吗？当你变成一个观看着云的天空，那些乌云和碎云就再也罩不住你了。你就是那片天空本身，云来云去，你一直都在那里，安静宽阔，不慌不忙。今晚当那些让你翻来覆去的念头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话：我看见你了，但我不留你。然后把它当做一片云，放飞它，每一天都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让你松很多。第二个练习，我想邀请你扫描你的身体。我们白天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外面，看着手机屏幕，看着电脑，看着别人的脸色，看着一条又一条的消息，我们几乎忘了，我们还有一个身体，它在陪我们承受着这些焦灼。它也许已经紧绷了一整天了，却一直安安静静的，从来不向你抱怨。现在，请你把注意力温柔地放到你的身体上来，从头顶开始，慢慢地往下移动。你的额头是不是有一点紧？那就让你眉心松开一点。你的眼睛是不是一直用力地看着什么？那就让它柔软下来。你的脸颊，你的下颌，你咬紧牙关了吗？如果是，就让它们松下来。你的脖子，你的肩膀，它们是不是一直扛着什么无形的重量？如果是，就在心里轻轻地对它们说一声：辛苦了，现在可以放下一点了。然后是你的背、你的腰、你的肚子、你的双腿，一直到你的脚趾头。你感觉到它们了吗？它们一直都支撑着你，走过了那么远的路，
让注意力变成一个温暖的光球，缓缓地在你的身体里流动，照亮每一处紧绷的地方，然后在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留下一句小小的话，你可以休息了。亲爱的，当你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你就是在收回对身体的主导权了。你会发现，原来我一直在消耗自己，原来我可以对自己更温柔一点。第三个练习，我想叫它换一束光的游戏。你还记得今天那些让你特别烦恼的事情吗？现在请你挑其中一件，仅仅是一件，然后用一根想象中的手电筒，试着去照一照这件事的另一个角度。比如，你今天觉得领导在会议上批评了你，让你特别难堪，你觉得他是在针对你。现在，请你换一束光去照一照，也许他那句话里有一点点恨铁不成钢的期望，也许他今天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只是没控制好自己。也许他那句话说完就忘了，只有你还在心里一遍一遍的回放。又比如，你今天觉得自己虚度了一天，哪儿也没去，什么也没干成。现在换一束光去照一照，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你也许好好吃了几顿饭，也许让自己休息了一下午，也许和一个朋友聊了几句话，也许只是安稳的待着，没有让自己变得更糟糕。这些白开水一样的时刻，难道就不是生活吗？亲爱的，换一束光去看事情，并不是在欺骗自己，假装一切都好，而是在练习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你自己的生活。你值得被自己用更温柔的眼神注视，而不是每一次都用最严厉的审判。第四个练习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我想叫他把感恩放进口袋里。你是不是习惯了只看那些你没有的东西，而没有的，别人比你多的，你还没来得及得到的？你的注意力就像一部永远只播灾难新闻的电视台，把所有不顺利的细节都放大了给你看。现在，我想邀请你换一个频道。从今晚开始，你可以在枕头边放一个小本子，也许你根本不用写下来，你只需要在闭眼之前，在心里默默地问自己一句：今天有什么让我觉得温暖的事情？哪怕只有一件，哪怕小的像一粒尘埃，什么都可以。路上那阵吹过来的风，下班时看见的那片晚霞，你拿起手机看见的第一张笑得很好看的照片，你喜欢的人给你发来的那一个表情包，你养的猫咪在门口等你，回来时的那声叫唤都可以。你想三件，三件就够了。让这些微小的、真实存在过的美好，在你脑海里慢慢的打一个转，然后带着它们入睡。你可能会发现，那个晚上你的梦都会变得柔软一些。这就是书中说的感恩的秘密。感恩不需要等到生活变得完美之后才能启动，恰恰相反，感恩正是生活开始变好的一个开关。当你为现在所有的一切感到一丝丝满足的时候，未来的光就循着你感恩的目光一寸一寸的照进来了。第五个练习，我想叫它给自己留一座后院。现代人的生活太吵了，太多的信息，太多的噪音，太多的别人的声音，太多的大数据推送过来的焦虑。你的脑子里装着那么多，其实根本不重要的事，装着朋友随口说的一句评价，装着朋友圈里那个看起来过得比你好的人的旅行照片，装着热搜上那些离你108000里的纷争。亲爱的，我想邀请你为你自己留一座安静的后院，那个后院就是你和自己独处的时间。你可以每天给自己10分钟，仅仅10分钟，不碰手机，不打开屏幕，不接收任何外面的信息。你可以在阳台上站着，吹吹风，可以在小区楼下散一小圈步，可以坐在椅子上，什么都不干，就捧着杯子喝一口温水，感受水从喉咙滑到胃里的温暖。这段时间里，你不用做任何事，你只需要和自己待在一起，
像一个好朋友，安安静静的陪着自己坐一会儿，你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因为你太久没有和自己好好相处了。你也可能会发现，当外界的噪音退去之后，你内心深处藏着一些被你自己忽略了好久的声音。那个声音也许在说"我好累啊"，也许在说"我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许在说"其实我现在这样也可以，也很好"。请听一听那个声音吧，它才是属于你的，为你量身定制的导航。第六个练习，我想邀请你体验一下愿望已经实现的感觉。这不是让你幻想天上掉馅饼，而是让你在睡前用几分钟，像一个孩子一样，仅仅去感受一下。如果你所渴望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心里会是什么感觉？比如，如果你渴望一段被温柔对待的关系，那么请你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被那个人用理解的目光看着的感觉，感受一下心里那团暖洋洋的笃定。如果你渴望一份让自己有成就感的工作，那么请你感受一下，当你在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时，那种时间都停止了流动的沉静。如果你渴望身体的健康，那么请你感受一下，清晨醒来时，那一种浑身充满了活力，仿佛能跑过风的感觉。你不要去想这件事到底要怎样才能发生，你只需要去感受它已经发生的感觉。就像看电影时，你完全沉浸在剧情里，暂时忘掉了自己，只是个观众。书中说，宇宙喜欢快节奏，你若顺应着那种如愿的感觉去生活，你的生活就会慢慢向你展示通往那个愿望的路径。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的路怎么走，你只需要在今晚让自己在心里先尝到那一口甜。亲爱的朋友，这些练习听上去可能都很简单，甚至简单到你不敢置信。但是，请你相信，改变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你甚至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在那里发生着，然后慢慢的在你的生活表层浮现出来。你不必要求自己立刻全部做到，你甚至不需要记住它们，只要你今晚记住了其中一句，让你觉得心里松了一下的话，那就已经很好了。一本书读完了，可以放在书架上，但那些让你心里亮了一下的句子，会跟着你走很远很远。我想再和你聊聊更深一点的话题，聊聊关系，聊聊工作，聊聊健康，聊聊那些我们每个人终有一天都要面对的东西。因为你可能会想，吸引力法则说起来轻巧，可是那些具体的现实呢？那些一地鸡毛的关系呢？那份让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呢？还有病痛，还有衰老，还有那些注定会到来的分离，这些又要怎么用感恩和积极心态去面对呢？亲爱的朋友，让我和你讲讲我的看法吧。我不敢说这就是《秘密》这本书的标准答案，但它是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里，我被这本书启发之后，慢慢长出来的体会。关于关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习惯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希望伴侣更懂我，希望父母更理解我，希望朋友更体贴我，希望那个人的一句认可，就能把我从自我怀疑的深坑里拉出来。可是，亲爱的，别人无法承担那么多，他们也有自己的课题、自己的局限、自己的悲伤。当我们把幸福完全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时，我们其实是在把对自己生命的主导权交到了一个摇摇晃晃的外壳上。书里提到的法则在关系里的运用，其实不是让你去控制别人，让你去要求别人变得更好，而是让你先在自己的心里种下被爱的感觉，种下值得被温柔对待的信念。慢慢的，你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匮乏了，你不再需要用指责和索取来确认自己是被在乎的。你会更从容的给予，更坦然的接受你和他人的关系，也会在一种更松弛的状态下长出更健康的枝桠。关于工作，我知道
白天那些让人心累的时刻，是会真实的消耗你的会议里那些没有回音的发言。加班时，窗外暗下来的天色，职业瓶颈前，那种上不去的无力感，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不打算用几句漂亮话把它们抹掉，但是我想邀请你，试着换一种方式去理解工作这件事。工作不只是你用来换取薪资的苦役，它也是你每天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的所在，是你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之一。如果你把每天去上班当做仅仅是为了交房租，那你会觉得每一分钟都是被剥削。可如果你试着在那些看似重复的事物里找到一个可以让你感觉到自己在创造价值的切面，无论是帮到了某个客户，还是做好了一份漂亮的表格，还是带好了新人，你心里也许就会亮起来。一点点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让你在不满意的环境里强颜欢笑，而是让你为自己创造一个从现有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可能性的内在环境。关于健康，关于疾病，关于衰老，关于死亡，这些是更沉重的话题。我想在这个安静的深夜，用最温和的声音和你说一说。你知道吗？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刻，身体是脆弱的，恐惧往往会像夜里的潮水，漫上来盖过一切。你会想，为什么会是我？我会不会好起来？我的未来要怎么办？这些恐惧是身体在用自己的方式求救，他们不该被压抑。但是书中想说的意思是，在恐惧之外，你还拥有一种更大的力量，那就是你的心念。有研究发现，那些带着平静信念和希望去面对疾病的人，他们的身体往往有更强的免疫力，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更高。我们不讨论这是不是一种确定的科学结论，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内心状态和你身体的健康是深深相连的。当你的身体生病的时候，请你不要责怪自己，不要觉得是我自己的负面想法才导致了这场病，不要用吸引力法则来惩罚自己，那是一种错用生病，不是谁的罪过。生命本来就是脆弱的，而脆弱自有脆弱的尊严。你可以做的，不过是在恐惧的缝隙里，偶尔为自己找一点平静。也许是窗外的一棵树，也许是家属握住你手时那股温热的力道，也许只是你还能呼吸的这一刻，感受那个呼吸，让它可以为你撑住。至于衰老和死亡，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向他们靠近的事，几乎是我们人类最深的那一抹不安。书里没有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它只悄悄提醒我们，生命其实是一段旅程，而非一个结果。如果你永远在为那个终点恐惧，你就会错过沿途中唯一真实的风景，也就是你正在活着的每一个当下。所以我特别想在这个深夜和你说这样一句话：真正的智慧不在书里，而在你真实生活的每个瞬间。朗达·拜恩写下《秘密》，不是想让你把它供奉起来，当成一部需要反复研读的经书，而是想让你合上这本书之后，在明天早上醒来，拉开窗帘，看见阳光的那一刻，心里升起的那个念头。今晚书里写的那些字，就像一颗种子，它真正生长的地方，是你明天踏出家门的真实生活里，是你面对生活那些琐碎的、重复的，有时甚至令人沮丧的时刻时，心里那一点点不一样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继续用焦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也可以选择轻轻把门开一条缝，让光进来一点点。这本书的使命，不是让你成为一个以不知疲倦的完美修行者，而是让你看见一条更温柔的路，一条允许你不完美的好好生活的路。小时候，我们以为幸福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只要长大了就能到达。长大之后，我们才发现幸福好像更远了，它藏在很难企及的所在。
藏在升职加薪的之后，藏在买房买车以后，藏在不那么狼狈的那一天，藏在等一切安排好之后。可是，亲爱的，如果我告诉你，幸福不在某个终点，不在某一天，而在你现在正躺着的床上，在你正呼吸的这个夜晚里，你现在就可以感到一丝丝幸福。只要你能允许自己，从那些"我应该"和"我还不够"的念头里松一松，就让自己像一只把自己晾在木桩上的猫一样，舒舒服服地待着。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之后才能被爱，你不需要变成某种更优秀的样子之后才配拥有平静。你此时此刻，在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状态里，就已经足够好了。这个世界，这整个宇宙都欢迎你，以你此刻的样子。现在夜已经很深了，我想陪你做最后一个简短的练习，这更像是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请你把被子拉到下巴的位置，感受一下布料贴在皮肤上的触感，感受它带来的温度，感受你身体现在床垫里的重量，感受枕头正好好的托着你的脖子。如果它有点歪，你可以轻轻调整一下，给自己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然后试着把注意力放到你的呼吸上，不用控制它，不用改变它，只是感受它，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气流，轻轻地从你的鼻子进来，划过你的喉咙，注满你的胸腹，然后慢慢的、缓缓的从你的身体里离开。呼吸一进，呼吸一出，这就是生命，它在每一秒里刷新着你的存在。你值得拥有这片刻的平安。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听一听窗外夜晚的声音，也许有一阵风，也许有一辆远处驶过的车，也许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那让人安心的寂静。这寂静是这整个宇宙在为你铺开的深蓝色的绒毯，你被它稳稳地包裹着。亲爱的朋友，今晚的陪伴到这里就该说再见了。我很感谢你愿意在这个夜晚把这一段时间交给我，也很感谢这本书，让我有了机会和你这样贴近的坐在一起。在告别之前，我想告诉你，明天早晨醒来，你依然可能会被情绪牵着走，依然可能会在某个瞬间感到焦虑，依然可能会忘记了今晚我们说过的所有的话。这都没有关系，你不需要要求自己从明天起就变成一个完美的、永远积极的人，那太累了。也完全不是今晚我想传递给你的意思，你只需要偶尔记起来，一个片刻就好，在某个忙碌的间隙里想起这个世界上有一本书，有一些字，有人在某个深夜里曾经温柔地对你说过，你已经足够好，你值得被深爱，你的未来可以被期待。这就像你的心里被悄悄放了一盏小灯，它不总是亮着，但当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你会知道，它一直就在那里，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把它点亮。愿你今晚睡一个又深又沉的好觉，愿你梦里有微风，有月光，有你喜欢的人的笑容。愿你知道，无论生活多么纷乱，你心里永远有一片安静的湖面，它可以映照出星辰，也可以承载自己。晚安，亲爱的朋友，晚安。愿我们在下一个夜晚再次相遇。